我现在就给方局打电话。哎，别，你先别着急，再等一会儿。现在只是初步比重，还得做进一步分析确认。我跟曹阳再讨论一下，你等一下啊。啥意思？是不是了？喂，王然，哎，你说。曹阳，我这儿初步比中了一个姓顾的人家，稳妥起见，我觉得还得做进一步分析确认。这样吧，你让陶队带着资料到培兴来，我帮他试试。哦，好，我知道了。好，陶队，曹阳说你还得拿着资料再去趟培兴。还得去培兴？陶队，我根据王然他们的实验结果又做了进一步分析，现在结果出来了。王然他们呢，之前给出的结论是正确的，是顾家。啥意思？意思就是说，东陵案的犯罪嫌疑人可能就在这个家族里面。太好了，犯罪嫌疑人就找到了，快！不，也不完全。也就是说呢，这个嫌疑人他一定跟顾家有关系。好，行啊，这就往前走一大步了，对吧？哎，接下来干啥？接下来呢，你们还得回去找王然，他会告诉你们怎么找到这个人。这里面的技术还是挺复杂的。还得回去找王然啊？有了这个实验结论，那这犯罪嫌疑人是不是顾家的？一下不就能查出来了吗？是的，王然他们很快就对这个顾家的适龄男性做了排查，可惜全都给查否了。从那之后啊，他就开始走火入魔了，甚至把什么大清律都给翻出来了。我觉得他那已经不是在查什么 DNA 了，他简直就能写出一部中国近代农村社会史了。哎，反正这其中各种细节啊，我也不是很清楚。等到了地方以后，让他亲自跟您说吧。已经进余河了，大家休息一晚上，明天我们就到东里了。好，正好，曹阳，你联系一下王然让他也去东里指导一下我们工作。好的，秦总，您这么说啊，他要听了，非得飘。杨队，哎呀，你好，哎，路上辛苦了，哎，又见面了，杨队。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这个市公安局的钟副局长，王副所长，你好，钟局长。哎，这是我们东陵县局的方局长，方文，你好，方局长。你好，王副所长。DNA 科室严军，你好，江山，哎，你好，江山，这个案子真不容易啊。哎，是啊，真是。来了。哎，钟局，秦总啊，盼星星盼月亮，总算是把你给盼来了。这是县局的方局。哎，你好，秦总辛苦了。DNA 科室严军，这个刘处长，领导好。程树峰，雷主任好。好。那个陶维志呢？陶队。你说老陶啊？他还在平城工作的。我现在给他打电话，叫他马上过来啊。秦总，来，好，请。怎么了，杨队？刑侦总队秦总来了，叫你赶快回来呢。哦，马上，我拿个宝贝就回来。啥宝贝啊？我回去再说。案发以后啊，我们对东陵县14岁至70岁年龄段的人员进行了摸底排查，对重点人员进行了血样采集和比对。6年来，经过不断的回头看，人员底数不断澄清。你这些东西其实材料上都有，下面分头去看就行了啊。我想问一下，那个现场那个枣刺儿是怎么回事？秦总，那些个枣刺啊，当时是放在这个窑洞内侧的通道口，我们判断，应该是犯罪嫌疑人用来遮挡门口，避免尸体被发现的。曹阳，你把那个现场图片我再看。好嘞。这就是现场图。
那个这上面写着3个小女孩，其中有一个是被那个饮料瓶子堵嘴，然后窒息而死的，是吗？哎，是的。哦，那现场一共几个这个饮料瓶子？哎，小程啊，金总，当时我在现场，这个现场一共发现了5个。5个。嗯，那3个小女孩，她们拿了几个？哎呀，这个点还真没有查，因为这个痕检在瓶子上没有发现犯罪嫌疑人的线索，所以就没再追这个点下去。那你能不能去家里啊，找什么人问一问，当时那个3个小孩啊，他们拿了几个瓶子去捉蝌蚪啊？是。秦总，这儿5个瓶子吗？对，5个。4个？你确定？你问过孩子妈吗？不是，3个孩子为什么拿4个瓶子呢？那行，那我知道了。啊，秦总，确认了一下，当时出现场的民警呢，跟这几个孩子是街坊，他确认了一下，3个女娃娃一共拿了4个瓶子。哦，确认。对，拿4个瓶子。对，现场5个。那另外一个，有没有可能是犯罪嫌疑人的？那瓶子在哪儿？那瓶口的检材取了吗？秦总，是这样，当时只取了瓶身，没让取瓶口。不过现在那瓶子全在县公安局保存着呢，现场的材料都在，疏忽了。那个小苏，曹阳，你们辛苦一下啊！今天晚上把那个所有的检材都复核一下啊。另外我问一下，这个方圆有没有那个视频监控什么的？查了吗？查了，只提取到一小段视频。当时有个男性跟着3个女孩啊，往下沟方向走，之后折返，又出现在画面里了。3个小时后啊，又有名男性从沟底上来，但是视频清晰度差，很难判断是不是同一个人。那视频我们研判过了，透露完了之后能确定就是同一个人。这些年我们一直没有放弃过对这个人的调查，但是到现在也没有查到。我觉得是犯罪嫌疑人的可能性不大，因为他当时啊能碰到被害人，他也能碰到下沟干活的人，但他们都说没看见。金总，哎，你看，就在那边那个山沟那边，当时那几个孩子就在那边找蝌蚪。不是都有 DNA 了吗？还测什么呢？这是。唉，专家嘛，不按套路出牌，谁知道他们都咋想的呢？老板。耶。买东西啊？你这个矿泉水多少钱一瓶？这个3块，这个2块。哪2个？2个4块钱。这小店一看时间就开了挺长了，7、8年了。7、8年了。你这个防盗意识还挺强的，还装了这个摄像头啊。没办法，小本生意不甘心。这一开店就装上这个了？一开店就装上了。你的钱。这视频它能保存多长时间啊？10几20天，内存小。谢谢啊，生意兴隆。慢走。当年查没查这个店的监控视频？查过。是案发1个月后才收集的。
但是视频已经被覆盖了。为什么呀？为什么一个一个采取手机啊？当时都觉得案子条件好，有 DNA 有指纹还有足迹，就一门心思扑在了血样采集和做 DNA 上了，就忽略了视频采集。你看啊，现场多了一个饮料瓶子，那不是3个小孩，那肯定是犯罪嫌疑人呢。他携带饮料作案，那估计就是在附近买的，对吧？那附近这种店不多，当时如果你能顺着这个饮料瓶子倒查监控，很可能就会发现这个犯罪嫌疑人的视频，是吧？是，我们确实忽略了这套方案。我们总说那个这个新旧侦查思路和技术，哪个都不能忽略。你不能重视这个新技术，就忽略了这个传统侦查。现在只依赖 DNA 了，那当然没有人在意这些细节了，真相往往就藏在这些细节里面。是，钱总，我们6年来没有一刻松懈过。是，案子到现在没破，是事实。您这番话，让我们深刻认识到了，这就是办案思维的差异。希望秦总能给我们指导方向，争取早日破案。也不是大家不努力，实在是这个条件受限，大家一起想办法吧。这就是419案现场所有的检材，我们一直小心翼翼在这保管着。这是3个矿泉水瓶和2个饮料瓶，都在这儿。好，那我们开始吧。秦总，检材我们都已经复核过了，在其中一个饮料瓶的瓶口发现了嫌疑人的 DNA。跟现有的物证比对了吗？也跟其他的检材做过比对了，确定是出自同一个人的。虽然于事无补，但也算证明了检材是正确的。陶维志他们前面那么多的努力，至少是建立在正确的 DNA 数据上。你们辛苦了，早点休息。好。你们俩说说这案子到现在都没破，到底是什么原因？你们俩有想法没有？说实话，我就是觉得这案子给整夹上了。这案发时，各级领导和公安部门太过于重视，他的问题往往就出在这上面。来了领导太多，底下的人都不敢说话了。这案子条件这么好，说是用 DNA 破案最多20天，他连最基本的摸排工作都没做。这做 DNA 又没钱，只能做血型。画了那么大的范围，人手又不够，这里面肯定有排漏。这总之就是无头苍蝇，他哪头都没着没落。我听说说来一个专家就把之前的给推翻了，一有什么消息就赶紧去查。反正也不是他们想折腾，因为时代在变嘛。现在这个新的技术和这个传统的办案模式在相互的替换。现在很多这个一线的办案人员对这个新的技术还是有疑惑的，但是很明显呢，这个旧的工作模式呢也有很多局限性。反正你用这个传统的办案方式办案呢，它要求要快，72小时之内呢就要排查。你用这个新技术办案呢，它要更全，范围什么的要求也全一些。但很多时候它不具备这个条件，你知道吧？是啊，这个人员流动性大，侦查范围它不好划定。谁能想到东林的案子居然在鱼河撞库撞出来了？你们俩分析的都有道理啊。其实这个案子是典型的新旧侦查思路跟技术手段转换过程当中出现的一个典型案件。说白了，就是新旧交替出现的无措我们这次的这个疑难结案，首先要解决的也是这么个问题。对，其实就是这个问题。现在最关键的是要把大数据建立起来，要让这个新技术要发挥作用。是老陶吧？江处，陶队，陶吧？哎，刘叔，首长，好久不见，好久不见。陶队，这是我们秦总。秦总，没事，久仰你大名终于见到真人了。踹开了吗？就那个真相的大门有没有踹开快了，就是临门一脚了。临门一脚了。要不要咱
河边或者找个山坡坐下，我给汇报一下。河边山坡啊，别了，这样吧，没吃饭吗？我请你吃饭。哎，咱们边吃边说，好不好？走走走走走走，啊！再来一碗啊！好，再来一碗。完用。你吃饱了吗？吃饱了，吃饱了。你们吃饱了吗？啊，我们饱了。那咱说正事吧。那个从哪儿听起？那就从那个王冉找出来那个书城顾氏家族的适龄男性开始。啊，找到顾家的适龄男性呢，我就以为找到真相了。啊，谁知道呢？万里长征刚第一步。顾家的适龄男性能找的都找到了，怎么又都排除了呢？那按说那人就在姓顾的里边啊。这些适龄男性这些天，我们天南海北的都去见了 ，DNA 也做了，确实不是犯罪嫌疑人，这个又错不了。那到底哪儿出问题了？DNA 这个事情啊，学问深得很，深得很，不是我们一时半会儿啊就能搞明白的啊。市局今天打电话了，说是咱们这个事情啊，一啊，继续跟着专家学习想办法啊。二呢，就是不让再搞这个大兵团作战了，钱花的太多了，没钱了。哎，又摊上。大队，吃饭了。吃饭吧，你不要弹了，你弹了4年了，你这个曲子你也弹不明白。咱让裴兴找曹操那后人去。你不要想着去裴兴了，办案经费都没有了，钱从哪儿出？我自己想法子。哎，你有啥办法？我自己出钱。哎，干啥去了？买票，总不能让他一个人去吧？哎，我也去。行，就这个。喂，陶队。小苏，你在单位吧？我在啊，怎么了？我到你楼下了。你跟曹阳下来，我请你吃个饭呢。啊？那好吧，那你稍等一会儿，我们俩马上就下去。啊。来，陶队，案子再难破也得吃口饭。对啊，陶队。不甘心呐，我是真不甘心。你说咱这时间也花了，这钱也花了，顾家的适龄男性都找过了，等这结果一出，又都排除了，怎么回事呢？
是这样的，陶队 ，DNA 比对很复杂，也很严谨。我们比对过了，这些适龄男性都是出自同一个家族的，他们的 DNA 跟东林案嫌疑人 DNA 有关联，但不完全一致，所以就都排除了。这个不会出错的。下大功夫。那你说这个一开始确定的顾家有没有可能搞错了？这应该不会出错吧？这样吧，要不我晚上再跑一遍数据。陶队这么一说，我也有点含糊。你看这怎么回事？那这经不住问了，你这一问，不是咋又含糊了呢？说实话，你们这办事真的就不扎实。哎呀，那个小曹，别怪他啊，他这个人啊，现在有强迫症，现在一遍一遍洗手，晚上睡觉一遍一遍关门。甭这和稀泥，甭和稀泥。我说真话，小曹，你别怨我知啊，咱们自己人，现在说难听的，将来咱听好听的，行不？真的，我谢谢你了，再跑一遍，真的再跑一遍，扎实了，行吧？你真的确定顾家没问题？我继续找，不再难为你，行不？好啊，陶队，今天晚上就再做一遍数据，你放心。谢了。吃饭吧，陶队，来。陶队，吃点东西。陶队，来，陶队，看看结果。陶队，上次你们走了之后，我又查了文献，重新收集了一些资料，刚刚把检材又重新跑了一遍数据，我确认顾家的 DNA 跟犯罪嫌疑人的 DNA 确实存在关联。就是说从顾家找没错是吧？你看看，我说谁来着啊？你就再努力一下，不就证明顾家是对的吗？还是不扎实。不是陶队，不是这个意思。不，没怪你意思。谢谢啊！你看我们找了这么久，好不容易才比中了顾家啊！你看你又重新跑一遍数据，又是顾家没跑了，这不是说有希望吗？对吧？可是上次我听你们说这个意思，我听懂了，就是说这个比对，他确定他就是说我们这波人是萝卜。你们这边是这个山药蛋子，但是哪个山药蛋子有虫呢？还要进一步确定，是这意思吧？那咱现在说结果，就说怎么确定，怎么找到有虫这个山药蛋子？陶队啊，陶队，现在是这个样子啊，现在出来的这个实验结论，就说明这个犯罪嫌疑人跟顾家离得都不远，甚至都没有出五福，肯定是顾氏的后人。是啊，陶队，来，您坐，我跟您说。但是这个情况呢，也有可能很复杂，不排除抱养、过继，甚至婚外的可能，或者这个家族在网上还有没有其他分支？他们的先辈是从哪里来的？有没有可能在老家还有兄弟、有后人？再加上我们中国人的姓氏来源很复杂，赐姓、改姓、避难、收养这种现象都特别多。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不确定性就很高了。按啥意思？就是这个可能性太多了。陶队，我是觉得呀，这条路不太适合再走下去了，因为现在这个报告上，很明显的就是说，这个嫌疑人他就是出自这个家族的。那就算是出自这个家族，这可能性也太多了。要么就是这个人就是这个家族你们没排出来，要么就是说这个人过继给别人了，你们没找到。还有可能是说，可能这个家族里哪个男的跟谁的私生子，这种很多种可能性。你们这工作量太大了。你们说前面顾家的适龄男性都已经让你们跑遍全国了，你们没有库，没有数据资料，你们怎么比对？跟谁比对？你们现在等于是一个人在做一整个国家的项目，况且现在国家都没有看着这方面的工作。不是，就是我们
你说我们没做到工作，我们做了啊，哪儿没做到你们说我们做，但你这什么意思？就是说，这 DNA 就不做了？不是，是这样的，陶队，我给你解释一下啊，我们现在 DNA 线只能做到这一步。你们现在是想通过遗传去追根溯源，那就相当于是一片树叶跟一整个森林的关系，这真不是凭你们一己之力能够完成的。不是，这不你劝我的吗？哎，不是被老陶给绕进去了。您赶紧跟陶队解释解释吧。怎么了？你告诉我，又被这个老陶给绕进去了。我当初可不知道。陶队，您听听我们雷主任跟您解释解释这个事。老陶，你听我讲啊，老陶。雷主任，哎，你快坐。哎呀，老陶，你这个事儿啊，就是我们这个小苏啊、小曹，还有我们整个这个团队，都非常非常上心。说真心话，就你这件事儿啊，我呀仔仔细细的，我考虑了好多日子。我个人感觉啊，我是觉得你们把这个事情啊，就给想复杂了。这怎么？你听我讲啊，侦办案件啊，它这个基本点就是缩小范围，就近原则，对吧？这没问题吧？对不对？你说从这个舒城到东陵县，400多公里，啊，你这跟东陵县有什么关系呢？你现在这个是干什么呢？查家族变迁史，你这不是破案，你这是搞人口学调查，你这是。我听这个意思，怎么你们现在都打算就说停了？哎，那不会。我就说啊，你说原来主任，哎，你别急，我不急。原来我们是传统办，我是传统办坚决拥护者，是你们教育了我这个 DNA，是最先进的，是吧？是一条捷径，1000年、上万年、1亿年，啪就给贴一块了。这个是最近的距离啊，对，外边的400-500公里算什么？哎，我跟你讲，老陶，没问题，没问题，我们讲的都没有问题啊。DNA 呀，现在它在全世界，它也属于前沿科技啊。但是关于 DNA 的使用啊，它有一个科学的方法。不是，方法 DNA 它不是万能的，方法你们用。我这又不懂，没插手没插手，你们不是？哎，我跟你讲，那个科学不是我们3个人定的标准啊，世界前沿都有一个统一的科学标准。我跟你说，你这话里话外就让我停，是不是？我跟你说，雷主任，停不了了。你们让我用这个 DNA， 我走到今天多少年了？走到现在了，对吧？哎，不用，你慢慢说。来，老陶，你喝口水。3个女娃娃，3个女娃娃都这么死啊！知道。3个妈妈都疯了，那3个家呀都完了。是。我走的今天没法子了，理解，没别的法子了，什么也别说了。哎，老陶，你别急，我不能停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不会停，就成死案了。小苏，我不想再听这话了，行不？哎呀，不用，有什么事儿我负责。你真帮我忙，一定帮你。下回这个检测你给我便宜点，比啥都强。一定帮你，老陶。钱给我便宜点，放心，你放心，一定会给你便宜。哎呀，再见。哎呀，我的天，这真是个轴人。哎，你说我们这算什么事儿啊？啊，满世界跑啊，这车都罢工了。查案就查案子嘛，怎么查人家家谱上去了呢？家长，都这个时候了，这些话就不要再说了啊。不过老陶啊，你说，咱们是不是真的把这个简单的事情给搞复杂了？咱们啊，就是不要受某些人的蛊惑。怎么是简单问题给复杂了呢？咱这是复杂问题简单化呀。你看曹操那个事情，你们都看见了，上千上百年的人，就因为 DNA， 啪一下子就跟站在你面前似的那么清楚，这是捷径啊。那 DNA 的事情让 DNA 去对吗？对吧？咱跑啥呢嘛？这是。
线性思维。那王然那儿不是对上了吗？要说这是偶然，曹阳也验证了嘛。而且，曹阳是反复确认过，是顾家人没跑了。现在这个事儿啊，我告诉你们，咱要说不去书城了，那才是脑子真有病。又去书城了？那咱都去了多少回了？杨队，你不要讲了，你这个是平面思维。哎，你就看见咱从 A 点到 B 点，B 点到 A 点再反复。那不是有个名人说了吗？成功是看似反复，但实际上它是螺旋式上升的。这个就是临门一脚。你看又是临门一脚啊！哎呀！可不临门一脚吗？哎呀，这一脚是真难呢。那个宋词说过：“大辟啊，莫重于除强，除强莫重于检验。”在今天就应该加上一句。检验莫重于地缘改。行了，也不要说了，你就说咱现在去查谁？那个顾家那个四爷爷叫顾炳银，你看他岁数最大，知道事情肯定最多，是吧？而且这么大年纪，脑子不糊涂，从他那儿开刀。哎呀，行了，你不要说了，啰嗦死了。小沈，你那个水温降下来没有？上车。跟我在一块儿长学问的。哎，四爷在吗？四爷爷。大姐啊，忙着了哈。爸，找你的。四爷爷，看你来了啊！来，鸽子，给孩子吃啊！哎呀，真好，这院子收拾的干净。四爷爷，挺生意。晒太阳了哈。晒太阳呢，四爷爷。那个，那什么还记得吧？那天说，给你们顾家写个家族史，你那天说没空，今儿有时间吧？你这个人啊，太不实在了，还编瞎话呢。前几天你们来了那么多人，把我儿子弄去了1天多，还吼他了，这肯定是有案子。哎呀，大姐，有案子也没啥事儿，对吧？有案子就有案子呗，你就直说嘛，还弄什么家族史呢？我一听你们说话就不是我们这儿的，你们是临城的。哎呀，你猜得真准，我们就是临城的。哎，我跟你说实话，我们那边出了个案子，3个女娃娃让人给霍霍了。哎，你说这个事儿，我们不得出来去了解了解情况吗？啊？你知道什么，就让大爷跟我们说一说，我们也没有什么恶意。哎呀，还有这事儿呢？真是。哎，爸，那你要是知道啥，你就跟他们说说吧。你到底想问啥事儿？就是那个，是得写一本你们那个家族史，就顾家那个，您那个顾家老祖宗的那个事儿，我想听听。好，我的老祖宗叫顾安礼，他有2个儿子，韦齐、韦简，这个村儿全是韦钦的后代。韦简那一支在曹湾村，
为妻有3个儿子，其中一个就是我的曾祖父。我们这个村呢，姓顾的人家都是我曾祖父的后人。就现在就剩这2只了啊。就剩我们这2只了。有那个过继的没？没听说。那个就是再往上倒，像您说顾万里是吧？顾万里老先生还有那个兄弟姐妹吗？没有，他是犯了事儿，从怀县逃过来的。从怀县？河东那怀县？那对。哦，那就是咱东陵县旁边了嘛。您说，犯事儿是啥意思？他年轻的时候跟人家打架，把人家的辫子给拽断了。后来从怀县跑到咱这舒城，过了些年，还有人找过他，说你回家吧，你那事儿的官司都早就结了。他因为在舒城有子孙了嘛，不是？一直也没回去。您这老祖先就顾万里老先生，就是说他从怀县逃到这儿，他原来在怀县，是住在什么地方？您知道吗？具体说是，好像是顾家坡。顾家坡。哎，停，回去。拍黄瓜、花生来了。慢些吃啊。哎，哥哥们，听口音，你们是临城市的吧？啊，临城哪儿的呀？东陵的。哎，我也是东陵人嘛。拿来吧。啥？烟。没有。拿来3包，别赖皮啊！说有烟了吗？你看看我身上还有烟吗？没有烟。我有。来。不是，老板，你不知道，我跟他打赌，我俩看见你这牌子，东陵饺子馆，我就说，哎呀，这还碰见个东陵人开的饺子馆。他说那不一定啊，人老板叫个东陵，可能是张东陵、李东陵。我俩打3包烟的赌，我赢了，你给做个证。原来是这么一回事，你们可真有意思。疯子啊，拿瓶酒，在这地方能碰个东陵人，这是缘分，咱得喝一杯，是吧？对，他得说了，说，这他俩轮班开车，喝不了，我先干为敬啊！来，真是缘分啊，不容易。老板，听说你们舒城出大美女了，人呢？大哥，你说什么呢？我听不明白。这儿没大美女，你说你大老远从东陵到这地方开个饺子馆，你干什么？哎呀，你们可真神啊！我告诉你们，我老婆就是当地的。是吗？我就跟她一起来了。怎样？发一杯吧。来，中美人计了是。来，哥哥们。哎，不会，来个。你们先吃，我去看一下饺子，好吧？
饺子来了。走，一块吃。哎呀，我天天吃。哎，哥哥们，你们是做什么大买卖的？啥大买卖？我们就是收红枣的呀，收红枣的。我告诉你们，我们当地的红枣可好了。这2年干这买卖的人全都发大财了。你们知不知道？还弄了一个上市公司呢。哎，我们这赶时间来不及了，就是咱是好不容易碰见东陵人，你会做咱东陵大烩菜吗？哎呀，那是我的拿手菜，给来一个。好，多放点肉啊。好，来，等等，出锅多搁点老醋啊。好，没问题。特别好。哎，真是让你们笑话，草木皆兵。那时候啊，只要听见跟这个案件有关的词儿，有回我发现个写着东陵老醋的瓶子，知道吧？查了3天，神经病，真是让你们笑话，草木皆兵。那时候啊，只要听见跟这个案件有关的词儿，有回我发现个写着东陵老醋的瓶子，知道吧？查了3天，神经病。雷姐那一只我们也查过了，确实也没有啊。会不会怀县顾家那一只啊？你是要顺着顾万里往上查？顾万里是不是怀县人？他是不是把人家那个辫子给拽断了，从怀县跑到舒城来了？你这些事情你都咋证明了吗？我有法子了。大清律例这个偶然发现啊，它可以证明顾秉银说的是真的，顾万里确实是从怀县逃到舒城的。我不明白呀，就算说的是真的，又能怎么样呢？你这个和当年苏畅说的差不多。陶队你可真行，大清律都被你给翻出来了。不过，就算你能够证明这个，顾万里他有可能是从怀县逃到舒城的，那又能说明什么呢？你这个怀县那么大，你总不能挨家挨户的找吧？不是，就说怀县这一支儿，如果能找到这个顾家的后人，还能比对上，咱这个案子哈，就不是说临门一脚了，这就肯定要破门了，你知道吧？你说的这个是有道理，但是我觉得这条路不好走。那好走的路都给咱预备着，半山腰了，走呗。老陶，我觉得你的思路可能有问题。理论上也许都对，但是东陵县离怀县、舒城毕竟很远，总觉得哪里有点不太对劲。往上推20代，中国人的 DNA 都差不多啊，祖先全来自炎黄12姓。那如果按照你这个思路的话，那得全国建库才行啊。你这话说的没那么复杂，那绝望吧。我给你说一下，给你捋一下啊。就说咱在东陵县，是不是？东陵县发生的案件，找到这个犯罪嫌疑人的 DNA。就是说，这个 DNA 这个生物信息和舒城的这个故事
分析出存在关联，那就说他俩一定有某种关系，没说错吧？这个舒城这一支，他的这个老祖宗上也是个罪犯，他是一个人从怀县逃过来的，也就是说怀县这个留下的这个故事的后人，这个数量、这个几率远远要大于这个了。啊，这多清楚了！而且我们现在这个其他的这个家族都没发现 DNA 有关联，就只有顾家有关联，这就是秃子脑袋上虱子，明摆着了。这多有价值的信息啊！这多有价值这个证据，干什么要停下了？这还不够这个追查下去的理由啊！老唐，你有没有想过还有其他可能啊？就是如果这个犯罪嫌疑人他在舒城，这是属于顾万里家族的非婚生后人，又或者是说他在东林，但是跟这个顾家有着某种关系呢？是，哎，你说这个啊，我承认。那你要是这说呢，这个就没边了，是不是？可能性永远有，但是这也不能说咱就停下来的理由啊。陶队，你说的这个有道理，但是这个情况太复杂了，试错的成本太高了。哎，小曹啊，小杨、小苏啊，你们都听一下啊！我跟你说，我就不爱听你们说这话，知道吧？试错成本高，那也得有人去试，要不然要我们这些刑警干什么？吃白饭的，是吧？这个案子5年了，你要说累，太累了。啊，你说烦，是不是？我们比你们烦，太烦了。我恨不得就今天就结，可结不了啊，是不是？我跟你说，如果我说我一天好觉没睡过，那我胡说，没那么伟大。可是你说隔三差五的，那3个女娃娃，说咱就梦见，那我们的经常的事，人家这个妈爸，人这3个家都毁了，都疯了，知道不？好歹咱得给人个交代，知道不？我不想再听你说这个话了，陶队啊！行，别说了。老唐，你说怎么办？我就跟着你干。算我一个。本怀县，顾家老家是怀县顾家坡，这不是一个人这么说了。咱直奔顾家坡吧。啊，行。疯子，咱直接开到县局跟他们打个招呼，就奔顾家坡。大娘，哎，我问一下，这是顾家坡吗？顾家坡，哎呀，不知道啊，你到后头问问吧。啊。啊。哦，导演。顾家坡在哪儿？你知道吧？顾家坡。哎呀，不知道。人说顾家坡就在这儿。没有啊，你去其他地方打听打听吧。大哥，打听一下啊，你知道顾家坡吗？不知道。大娘，你知道顾家坡咋走了？不知道。
大爷，顾家坡咋走了？不知道。老乡，大爷，你知道顾家坡吗？不知道啊。哎呀，你想一下嘛，顾家坡。哎，怪了啊！哎，大姐啊，这地方有顾家坡没？不知道。前头有村子没？哦，就那个山后面有个小村子，你去问问吧。那怎么过去？就从那头绕一下就行了。得翻座山啊！啊。大爷，大爷，咱这是顾家坡呗？什么？这是顾家坡吗？不是。这周围有没有顾家坡？没有。大爷，这村以前改过名没？以前是不是叫顾家坡？这个村没有一家姓顾的，从古代到现在都叫东峡村。好，来，后生。哦。你看见那个山了吗？那个山后面还有一个村子。你过去看看，是不是你要找的村子？那是顾家坡？不知道。不知道你让我翻山干什么？哎呦，
大哥啊，听说过顾家坡吧？这就是顾家坡呀！这就顾家坡啊！顾家坡咋了？神经病！我们在走访中发现，顾家坡可能并不是一个自然村，当地的村民习惯了，只要居住地旁有道坡，就可能叫王家坡、李家坡。我们就是确定了怀县境内463个村庄为这个工作范围。最后呢，只找到了一个叫顾家坡的自然村。我们在这个顾家坡做了排查，结果呢，都没有作案嫌疑。不想就这么放下呀，这就开始查怀县所有的顾姓，30岁到70岁，所有顾姓男子查出14000多。这要是有什么不是结婚生的，或者其他什么亲，不就更复杂了？这不又跟书城的情况是一样了吗？是了，所以说这工作就是开展不下去了。离开这个怀县的前天晚上啊，可巧了，我无聊就上了个网。这网友呢，在几百公里以外的平城，我顺着找到他，找到以后呢，他姓顾，按他说的，他老祖宗说，就是从怀县顾家坡迁到平城的，这个说法就和书城那阵说法一样，啊，我也是幸运找到了他那个家谱，看看啊，把那个清一下的。我来。陶队啊，你逻辑很严密啊，每一步走的都是很扎实啊。这个当刑警就应该这样，知识化、专业化。哎，您就别夸我了。我现在自己都觉得我可能是走火入魔了。哎，不逢魔不成活，你没准这个案子就让他这么给破了。你有100次失败，有1次成功就成了。
都说我们这刑警干的是糙活，啊，是个粗糙的职业，其实真不是。哎，谢谢您夸奖了。不是，咱有个事儿哈，这样说，平城这一阵儿，很可能就是当年顾家这一阵儿了。就你看，他祖上还迁到过德仁县，啊，这个很可疑了。就说能不能省厅给我们点支持，咱干脆把这一阵给他查干净算了。这犯罪嫌疑人很可能就在这里头，临门一脚了。老头，我特敬佩你啊，但是你看啊，单是书城顾家这一支就无限可能，对吧？现在你又找出一支来，我感觉你这不是找到了这个真相的大门，你这是掉进了顾家的汪洋大海里啊，是吧？啥意思？陶队，这样，今天呢你也太累了啊，你回去好好休息休息，好好睡一觉，好不好？明天咱们开会讨论，好吧？昨天呢，我们重新去看了现场，熟悉了一下周围的环境，啊，今天呢，咱们开工作会，啊，我们也请了全省的7位专家，啊，大家一起来确定一下侦查方案。秦总，您就直接布置工作吧，我们听领导的安排。好啊，首先呢，这个案件呢，它的基本事实和这个勘查没有问题。啊，我知道这么多年大家都很辛苦，先是在本地筛查 DNA， 然后在本地没找到人，那个杨队、程队还有陶队，带着人全国各地的跑，花了很多时间，啊，走得很远，就是这种执着和信念，是我们刑警，啊，我们每一个刑警都应该学习的。但是呢，接下来我要说但是了啊，但是，我们是不是首先要确定犯罪嫌疑人他到底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你觉得是哪人啊？我觉得不像，应该是外地人。就是现在入戏的情况，但是现在我认为是本地人。理由呢有几个。第一个，这个案发现场的环境，啊，一般外人不会知道。这么个环境啊，它不像这个公园还有广场，啊，可以说是一个相对比较荒芜的一个大水泡子。那一般外人能摸到这儿的可能性很小。第二呢，案发现场的烟头，这个香烟就是当地产的，在当地的这个小卖部都能买到啊。陶队，你说？我们去外地也抽当地烟卷，这不成立吧？哦，好，那接下来我说第三个理由，好吧？这个第三个理由呢，就是这个案发现场小窑口的这个造刺，这个很典型是当地人的一个生活习惯，是吧？而且是以前的习惯，只有出生在当地或者在当地生活了很久的人，他才会熟知这个习惯。啊，随手这么一个动作，就暴露了他的这个生活环境和生活习惯。这个人应该很熟悉当地的农村生活，就这么下意识的一个动作，我们就能断定他是本地人。这个案件呢，不是预谋杀人，应该是犯罪嫌疑人跟3个小女孩遭遇，临时起意，把3个在那个沟下做蝌蚪的小女孩带到了这个案发窑洞。从这一点也可以说明犯罪嫌疑人对当地的环境很熟悉。另外呢，
这个3个女孩子啊，虽然只有10岁左右吧，但是也不是一点反抗的能力也没有。如果说犯罪嫌疑人他不是本地人，他不是持本地口音，那么3个孩子也会有觉察，反抗也许会更激烈一些。不过这个是我们的推断，但估计就是这个样子。我们也基本是这么个考虑，只是这个案子一直破不了，就开始想有没有可能其他的，就开始向外寻求可能性了。秦总，那我们下一步该怎么排查？我们呢跟那个专家们商议了一下，在确定了犯罪嫌疑人是本地人那么范围是什么程度？我认为不超过5公里。我们先圈定一个范围以这个案发现场为中心，向外辐射5公里，就在这个范围里找不到5公里不行，10公里，10公里不行，再往外扩。总之，牢牢立足本地，利用 DNA 来排查和确定犯罪嫌疑人。我知道这个我们不止一轮的进行过排查我也知道我们的干警非常不容易非常辛苦。这个不是说我们每一轮的排查有谁有意的要造成什么失误，是向外探索，没错。但是这个新技术的应用是需要过程的。我们可以说6年前我们对 DNA 对新技术这个侦破办案不熟不规范，也没成体系，大家是摸索着干就你们这种肯花时间和精力去摸索着干这个劲儿，我非常欣赏。我相信通过这样的一次熏陶，在东林甚至我们整个中昌，对这个 DNA 新技术这个侦破都会有很深的了解，这个技术也会更加熟练是提高我们整个办案水平的一个重要的训练我不止一次说过，我们不是来追责的，我们用这种大规模的集团作战的方式来解决这些疑难急案，就是想利用新技术新方法来解决问题，来提高整个办案水平。同志们，这对咱们来说是一次学习的好机会，不要有什么心理负担，好好干吧好不好？好。我心里堵得慌。
2年了，整整2年了，10万公里啊，跑了10万公里了，对吧？顾家家谱我们都找出来了，他一句话就给否了，啊？说放弃就放弃了，这算啥事儿吗？这是。秦总说了，犯罪嫌疑人就是当地人，其他专家也都这么说。再说，人家也没有全盘否定咱们的付出跟努力嘛。5公里嘛，从头再来。他们算啥啊？这是啥事儿吗？他们是神仙呢，是吧？他们能掐会算了，是吧？我们在干啥啊？我们跑10万公里是为啥啊？不就是在找证据吗？东陵县我们查了没查？东陵县我们查了没查？我们都排过了。我就是不甘心。我觉得我们这么努力在查，我们这么努力在。这个事情我也想过了，怀县这个事情，这个案子我们查了好几年了，有时候我都觉得恍惚了。就知道你们在这儿啊！老头，老头，陶队，秦总知道你心里不痛快，特地让我过来找你。要不再换个地方吃？啊？走吧，走。秦总都安排好了，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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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哎。秦总，来了，来请进。秦总，来，陶队，过来坐，过来坐，来过来，来坐我边上来。来过来，喝了，喝不少啊，陶队。我今天也看出来了啊，会上看见有很多话憋着没说出来。那咱们这个会议桌上说不出来的话，咱们饭桌上说，好不好？啊，陶队，秦总这顿饭是特意为你安排的，我们都没有这个待遇，你还不赶紧把握机会把心里话都说出来？啥机会？什么人？我不吃了。
像我们一天到晚净吃了，闲着没事吃饱了吃撑的都难受了。哎呀，没啥可说的，就是钱总，你是领导啊，你的下的就是命令嘛，我们就执行嘛。那个，反正只有5公里、10公里的，我们的查过多少遍了。老百姓那是真配合，他们这个也同情那3个娃娃跟家属。没事，你这还查呢，就查呗，来呗，没事。不是我觉得查啊，这个其实呢，我看出来啊，会上大家很多都有想法，这不能怪大家有想法啊。其实本来我也可以啊，什么都不说啊，就安排工作安排下去去干就行了。但是我觉得想不通不行啊，这个有心理包袱不行，想不通你就没有方向啊，也没有信心，所以还是得说说。咱们今天呢，就不说咱们这个案，咱们说一说那个清江爆炸案，好吧？让我吹吹牛啊。就是2年前你牵头50多天侦破那个爆炸案。对，这案子破了，皆大欢喜，是吧？啊，但是这个其中的曲曲折折啊，千难万难，只有我们办案人员知道。DNA 不行，痕迹不行，现场就给你留那么一大坑，就找去吧。是啊，光找现场就花了好些日子，我到现在还能够记得当时的那种湿冷，什么叫往骨头缝里面钻。好在后来找到了遥控器，确定了以物找人。陶队啊，我们说这个是想表达就是你们现在经历的你们的心情，我都非常理解。就像刚才你说的，要 DNA 排查，方圆5公里，3次5次都查了，但是查到了吗？没查到就不行，没查到就要接着查，接着查要穷尽。穷尽是有条件的，就是你要坚定自己认定的方向。还有一个，你要改变思路。啊，我们就拿我们这个清江爆炸案来说，当时我们怎么排查的？几轮？第一轮找专家，啊，搞清楚了那个物件是摩托车上的，啊，一个双向的防盗的遥控器。当时就全市加上郊区辐射100公里，查。后来查清楚了，那品牌就是云城的，叫这个什么金刚明盾，金刚明盾。然后再联系厂家，这个什么销售记录啊、代理商，通讯联系电话全部弄过来，再找，啊，查出卖出18个，18个人全部找着了，一个一个全都对上了，但是没有任何疑点。你怎么办？跟你们现在这个刚刚说的啊，抽血排查不是一样的情况吗？当时我们专家组下面500-600人，人困马乏，怎么办？当时我提出一个观点：我们是会计查账吗？还是破案呢？啊，对呀，我们不是会计查账啊，我们是破案啊！你东西和人都对上，可是案子没破呀，案子没破就要查呀，我们就要追着案子跑，对不对？这个东西就是这个厂子生产的，但对不上，什么原因？有没有可能是假冒的，或者是贴牌？这就是刚才我说的，要换思路，换角度思考。当时啊，我们找到云城那个厂子了，人家过来看了东西，说这东西啊就是我们生产的，但是我们一共贴了4个牌子，这事儿可就大了啊！这底下的干警一听全炸了。这单工作量就足足增加了4倍，接着我们就第2轮把其他3个的牌子又重新查了一遍，可结果呢，还是没查着。那个时候我们基层干警就情绪崩溃了，啊，后来我们指挥部的人也轮流崩溃，啊，第1个崩溃，第2个崩溃，最后我崩溃了。陶队，当时我在想，
怎么办？就是你认定的方向，只要你觉得是对的，没有穷尽，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查下去。所以决定再查一遍，再筛一遍。每次的排查都有收获。第一次查出金刚明顿的品牌，第二次又查出3个品牌，是吧？还有一个，要改变工作方法。人的习惯是什么？习惯是你让他做什么他做什么，是吧？人的这个大脑指令是分区分片的，所以我们排查的时候也分区分片，4个品牌一起查，辐射200公里，我就不信。结果功夫不负有心人，还真让我们查到了。我说这个什么意思呢？要学会改变思维。秦总啊，那个，您说的都对，方法我们也都试了一遍，可我们确实有一些实际的困难。现在不要说了，你不要说了，知道吧？你闭嘴。就是没有穷尽，对不对？咱们就是没有穷尽。秦总说的对。秦总，我听懂了，这次我是真的明白了，我们就是没有穷尽。我们之前老说自己辛苦，觉得委屈，实际上呢，就是狗熊掰棒，圈画的挺大，可是每一口井都没挖到底。之前我们摸排可疑是重点人员。那个应该一个一个查一去可最后咱怎做的呀？没有穷尽，咱半截放下了。来专家说查 DNA， 咱就查，工作进展一半，对吧？又来一个专家说家族排查，那会儿我们真的是，就是我们遇到这个实际困难，经费不够，又放下了，就是没有穷尽。